那我们嗯哼，今天要聊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中文学习者或者是外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一对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多中文老师敢去触碰这个话题，对吗？会觉对，得有一些没错。敏感，会觉得，哎，这嗯哼，个事情我怕我的立场会被人攻击，或者我怕我说错话。嗯，对对，所以我还是嗯，挺大胆的哈，选了这个话题。嗯，对，对，这个佩佩老师非常的大胆哦，做了这个决定，因嗯为的确有非常多的，包括学生哦，可能我在上私教课的时候，也会常常问我大陆跟台湾的关系如何，目前的政治状况、经济交流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抱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哦来看待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既然上了佩佩老师的节目，我们就肆无忌惮的，该说的、该分享的哦，就分享一下，其实也嗯，没有什么了哦。对，好，那这个佩佩老师，我先描述一下我来自台湾嘛哦，描嗯述一下我的生长背景好了哦。好，就是我是在台北出生的，然后算是在台北长大的，但是我爸爸是宜兰人，宜兰在台湾的东部，哦，算是宜兰的，算是台湾的后山了啊，所以我小时候也常常去宜兰住。那我妈妈是屏东人，屏东在台湾的最南部，所以我小时候也常常去台湾的南部去住去生活，啊，所以等于我台湾北部、东部、南部都生活过。那基本上我是一个就是等于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啊。那这个讲到其实台湾以前哦跟现在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然后包括跟大陆之间的关系，这个变化也非常大啊。所以这个要从哪里说起呢？从我小时候上学开始说起好了。那嗯个时候我们会都自称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是嗯中华民国人。我嗯记得小学都有作业本嘛，嗯作业本的后面都会写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我们的嗯小时候的作业本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所嗯以我觉得以前的生活背景都比较单纯，然后一直到台湾经济起飞，那个生活方式又不一样了。台湾经济起飞可能是20几年前、30几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包括经济娱乐圈哦，各个方面都蓬勃发展。所以我相信佩佩老师可能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看过台湾的电视剧，嗯，曾经有是的，很多耳熟能详的台湾歌曲。曾经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台湾的很多事情，可能深植在你脑海中啊。那个嗯就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嗯那所以大概现在那个时候，可能大陆对于台湾文化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可能这个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了，两岸的关系又有很大的变化，嗯。对，是的，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九几年吧。我读小学的时候，小学到初中对，那几年，九几年到2000年，就是2000几年，哇，我们在大嗯，陆听的音乐都是台湾歌手的，周杰伦就不用说对了，到现在还是很火的。然后我们小对，时候周杰伦，我很喜欢的嗯萧亚轩、Elva，然后 啊，S.H.E。张韶涵，对不，张韶涵现在还是在大陆也蛮活跃的，就是我们对小时候听的歌手，那些很火的歌手，而且我们觉得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昌盛的、繁荣的对时对对，代啊，现繁荣，在感觉嗯，都不太行了。我们现在听的歌，还是觉得哎那个时候的最好听，嗯，对，对。没错，然后我嗯们当时对台湾的最直接的了解和印象，其实是从我觉得是从台湾电视剧来的一些偶哦，真像的啊，剧啊，对对对。嗯哼，小的时候嗯，看的第一部偶像剧，其实不是《流星花园》，是叫《薰衣草》。薰衣草，哇，对，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几岁啊，七八岁，没有那么小，十几岁吧，嗯，11、12岁，对，我就那是看的第一部偶像剧，就完全被迷住。
男主嗯，角、对，女主角那种什么懵懂的爱情啊，然后什么的，哇！然后我们当时全校女生都在学那个女主角的发哦型。啊，对，真的啊哇，而且他那个那很那头发是很红，是这样梳的，是他一个这样哦梳的。然后你看学校里面长头发的女生都开始那样梳辫子。哦，原来是这这样啊，影响很大的，对对对。嗯哼，包对，括里面一些其实看到的台湾的场景啊，那些街道啊、餐厅啊，对。对，那个是小的时候对台湾的最直接的，就是第一印象是从这些影视剧、歌曲里来的。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像刚刚这个佩佩老师说的那些艺人，在我们台湾算是早期偏中期的艺人了。嗯对我来说更早的时期，哇，那个时候像是台湾的民歌时期，有很多很地道的民歌，然后那个是台湾算是演艺跟歌曲的一个发源啊，嗯民歌时期。后来出现的歌手，慢慢就像佩佩老师说的，比较属于偶像派的、实力嗯，派的歌手。像我印象深刻的是张雨生哦，跟王杰哦，然后慢慢这几个人会带出像张惠妹、阿嗯妹嗯哦这些艺人，其实现在其实还是很火，而且呢也有不只是在台湾表演，他们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大陆进行表演，因为现在大陆经济起飞了，市场也非常的大。对，对，所以慢慢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影音发展是一个两岸合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关键点，就嗯。是台湾的艺人可以到大陆去发展，然后同时把一些台湾的想法，然后台湾的表演方式带到这个大陆去，我觉得也蛮有意思。那大嗯陆也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然后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对，我觉得是蛮好的。对。对对，我听说现在大陆的一些剧也在台湾蛮受欢迎的。我看了一些采访，现在年轻人嗯，可能包括年纪大一点的人也会看大陆的剧。就是因为现在大陆的剧真的是每年会，太多了，对，好多有一些确实还是不错的，就质量蛮高的，在台湾我对，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大的一批受众。包括在海外，嗯，其实现在国对，产剧嘛，就大陆剧的发展也是还蛮厉害的。对，这个我可以聊一下我的想法了。的确，我们在看电视哦，有很多大陆剧哦。不过在台湾，因为蛮有意思的，这个可以让佩佩老师了解一下。就是其实大陆的不管电影啊或戏剧，在台湾是有配额制的，所哦，以其实我们民众可以看到的大陆戏剧其实不多，甚至最火的也不一定会在台湾上映。因嗯，为台湾这边的电视电影的配额制是，你就算是大片都不一定可以审核过。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知道大陆之前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叫做《哪吒二》，对嗯不对？嗯这个在台湾就不能播。嗯对，所以其实相对起来，台湾这几年反而对于大陆的电视剧或可能相关的电影是采取配额制，所以嗯，其实我们台湾民众真的能看到大陆剧是有，我的确有看到那种比较很传统，像叶问啊那种叶问二啦那种，感觉题材就是比较安全的、比较老旧的那种哦，或什么大宅门啊那种的，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那种配额就会给他，因为目前台湾目前这里的政府哦，对于这种影片审核还是蛮严格的，我觉得我是指对嗯，大陆的，所以这方面是这样子。那呃，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台湾会看大陆剧的人，我觉得不会特别多。对，所那以这个嗯。我觉得有点可惜。对，我觉得有点可惜，这个是政治的因素造成的。对那对，瑞超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种配额嗯，的，对大陆剧的这种配额制，是官方的这些收视，比如说电视台，还是一些网络的平台？因为如果呃通过网络上，比如说现在在大陆这边的几大平台，像爱嗯，奇艺啊、腾讯啊，他们对，其实在 YouTube 上有自己的官方频道。
他们也有嗯，自己的平台，就是你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对网站看嘛，所以就是通过网络对，平台的话可以。是可以看到的吧？这个绝对看得到，没有问题啊。因嗯，为在台湾，台湾大概就是只有封的就是小红书，台湾现在不能用小红书，哦小红书在哦，台湾是被封的。对，那你要去其他的平台去看大陆的戏剧，那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刚刚说的是属于无线电视台，在嗯台湾有无线电视台，就是嗯一般民众在看的那种电视台，它可嗯，能有100多台。但是在这样的平台上面，第四台的平台上面呢，是大陆的戏剧是有配额的，而哦，且特别是一些大片，反而我们这边看不到，但是你可以通过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平台，你可以去那边看，对，但嗯嗯是无线电视台最主要的观看的平台我们就看不到，嗯，对所以就是你对，如果想看的话，你得自己去搜索，自己去还是找得平台到啦，上找。嗯嗯自己想看还是找得到啦，只是说嗯，你在官方的平台上是看不到的，明白对明白明白。哦对对，哦，这个还嗯。真的我以前不知道。然后关于小对红书被封这件事情，我当时看就前一段时间，我其实看到好对，多在用小红书的台湾用户嘛，他们就在说完了，哀嚎吗？说哦，我们需要 VPN 了，说我们需要 对对对 VPN 对才能用小红书。对，而嗯且其实当时在台湾就是引发一波讨论嘛，哦，当然有人觉得说，在台湾那么民主，为什么你要做这种封锁某一个平台的事情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嗯，所以举凡有这样的事情，其实都会引发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对，但是当然最后政府要怎么做，基本上民众也没办法去管，对啊，哦。对。哎，所以这种有的时候会感觉两岸之间普通人的这个交流，还是会因为一些事情就受到阻碍。对，嗯，这个我觉得我也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佩佩老师不晓得有没有关切，最近我们台湾有几个网红去大陆，去拍一下影片啊、馆长那吗？馆长陈志汉馆长，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去了，呃，周明轩有另外一个网红叫周明轩，那他基本上他在台湾是蛮火的一个网红。那嗯，他都是做那种学生议题啦，或者是性别平权，因为他本身他自称国际美人嘛，其实他就是他自己是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同性恋的，对，哦，但是基本上他就是很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性向跟自己的见解，嗯所以也受到台湾很多人欢迎嗯啊。而且他在台湾原本的立场是属于现在政府民进党的那个立场。嗯但是他就开始去大陆进行旅游，而且拍摄之后，不管是馆长或者是钟明轩回到台湾之后，就引发非常大的轩然大波。因嗯为现在在台湾，只要涉及政治或蓝绿这方面的见解，就会有两派的人。然后讨论的火热，拼得你死我活的。所以，嗯比如说，当钟明轩或馆长他们把自己的影片上传到自己的频道之后，底下的评论都会有非常大的正反两极的讨论，然后甚至给这些网红非常大的压力嗯会有人说你滚回大陆吧，如果你觉得你是中国人的话，滚回大陆或怎么样。嗯所以甚至有人会这个出言那个就是说出比较不是那么好听的话比较那所激进以的话呢？比较激进的话，那就是就算像周明轩这样比较偏绿立场的网红，倒也会被攻击。所以就会变成说，现在在台湾网红要做一些影片，也是非常有一点会考虑这种政治的问题，对，因嗯为这两个人就是有一个教训了，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点担心，所以这方嗯面大家都会有点害怕，对政治嗯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不知道佩佩老师有没有关注哦，最近因为两岸最近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政治上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所嗯，以有一些在台湾的陆配，我们台湾叫陆配，就是大陆配偶，就然后是台湾的女生嫁来台湾。那有一些陆配会有一些言论比较激进，比如说大陆应该武统台湾或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言论马上就被一样会有两派的人
一派是认为言论自由，一派的人认为你不应该讲这种话。嗯然后当这样的议题上升到这个政治层面的时候，政府开始动作了，比如哦说陆委会或移民署就把这些陆配驱逐出境，把他遣返回大陆。那这个也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哦。